Hello，大家好，Stable Diffusion WebUI 已经更新到 V1.6.0 版本了。这一次是一个大更新，更新的内容非常的多，具体大家都可以到这个官网上来查看。更新的内容也是一长串，并且修复了很多的一些 bug。今天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去简单聊一聊它的一个主要的更新。更新的方法跟以前一样，当然更新之前我都建议大家去做好备份，或者是重新去安装一个 Stable Diffusion WebUI。更新你进入它的目录，然后鼠标右击在终端中打开，没有这个呢，你就在这里去输入 PowerShell。或者是 CMD 按 Enter 键也可以进入这个窗口，然后在这里去输入 get tool 这行命令去更新，按 Enter 键进行运行，它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的 V1.6.0 版本。这已经是更新了最新了，然后好了之后，你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的一些更新内容。第一个是支持 Refiner 模型，我们先把它翻译成中文。它这个呢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里有一个 Refiner 选项，你点它，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去选择 Refiner 模型了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切换时机。那这个呢跟之前我给大家去介绍的那个 Refiner 插件是一样的，就是它可以双模型运行了。然后下一个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它是添加了一个 NV 选项，然后允许在 CPU、AMD、Mac 上生成与英伟达显卡相同的图片。它这一项指的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设置里边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找到 SD， 就是 Stable Diffusion，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添加了这样的一个 NV 选项，然后你选择它可以产生与英伟达显卡相同的一个图像。就是这个选项，好了之后你可以点保存重启，就可以启用了。然后这里是添加样式编辑器对话框，它这个呢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风格预设，这是我之前保存好了的。然后在这个地方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编辑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添加它的正向、反向提示词，然后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了。那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去弄了，大家下来去试一下。然后这里呢，它是高清修复翻译的不是很准确，添加一个选项，以第二遍中使用不同的一个大模型，是这样的，它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把这个收一收，这里有一个高分辨率修复，就是高清修复嘛。然后它这里多了一个高分模型和高分采样方法，就是高清修复的时候可以采用不同的一个模型，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模型，可以在这儿选择。还有这里的采样方法也是可以选择的，而且可以使用不同的一个正反向提示词，可以在这里编辑。当然你更新过后，它这里是不显示不启用的，你需要去设置一下，就是点这里的设置，然后我们找到用户界面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往下滑。就是这两项，这里有一个高分辨率修复显示高分模型和采样方法，然后这是显示正反向提示词输入框，就是这两项你都打上勾，然后点这里保存重启，它就有刚刚我们的那个就是选项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这里有快捷设置，比如说我这里去搜索一下，就是这个以及这个，就是这两项你可以添加好了之后，然后你保存重启，添加我们可以添加它的一个快捷列表。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上边就是它的两个快捷列表了，你可以在这里勾选，然后它这个地方高清修复这个地方就可以显示这里了，这是这一块选项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更新，它是在内存中保留多个加载模型的一个选项，它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同样点这里设置，然后 SD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保留在内存中的一个 Stable Diffusion 模型数量，你可以在这里去设置。如果这是0，它就默认这上边这两个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更新，就是可以保留多个模型了。然后这里是新增的一些采样器，还有重新这儿去更新了这3个采样方法。
然后使它们全部与 image to image 一起工作，它们可以用于 SDXL 模型。就是这里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采样方法有更新，具体大家可以去下来试一下，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去看了。你如果要对比的话，你可以用 XYZ 图表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始终在 UI 中显示额外网络选项卡，这个呢，它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页面它已经有做更新了。这是生成，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参数的一个设置。然后这是 embedding， 然后这个超网络模型、大模型，然后以及 LoRa 等等之类的。当然我没有添加 LoRa 进去，因为我这是重新去下载的一个 Stable Diffusion WebUI 哈。然后它这个呢是直接在这个页面了，像以前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点了那个粉色的那个图标，它才显示这个嘛。那现在新的一个版本，它是直接在这个地方显示了，而且下边它不会再有其他的东西，它是已经隔开了，就是跟这个参数已经隔开了。这是新的一个更新。然后下边，创建模型时使用较小的一个内存，然后这个不用我说，然后这个。它文本的一个繁衍推理支持，然后额外网络显示 SD 检查点的一个原数据，它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是大模型对吧？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它的这些数据，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更新，它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了，可以编辑它的一些模型的一个描述。然后这些东西以及它，你可以再选择它的一些就是微页注意事项，然后这里替换预览图、保存等等，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一些东西了。这是新的一个更新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检查点合并，也就是说那个模型融合，然后添加原数据支持，就是这模型融合里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原数据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添加它的一些就是 JSON 格式的原数据了。然后这个也不用多说嘛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。然后这里它是为图生图、文生图添加它的一个单独设置，从粘贴的信息文本中正确读取数值，然后等等，它应该是这个。就是这里的设置，然后用户界面往下滑，就是这个地方这两项，它是可以去额外添加一些东西的，就是在它的一个就是界面设置选项，也就是这样的。比如说哈，给大家看一下纹身图下边这个生成这里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只有这两项的。只有这个 after detainer 以及 ControlNet 没有其他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去额外去添加，就是这里，我就随便选一个吧，就选这个。然后好了之后，你保存重启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就多了一个，就是始终保存所有生成的一个图像，就是这一块儿，就是我们刚刚的新增的那个选项。在用户界面里边，就是这个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取消掉，然后我们重新再保存，然后重启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就没有了，就是可以添加这里的一些就是选项，就是这个功能。我们再看下一边，这里像文生图和图生图选项卡添加调整大小距比。就是这个，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下边这里你可以去调整，比如说你把鼠标点到这里，它是这样的，然后你可以拖动去调整它的一个，就是说大小宽度，就是自己喜欢的就行。然后这些我就不用说了，然后这里它是添加这行指令，然后用于 SDXL 模型，就是去启用这个指令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显卡配置不是那么高的话，是可以去添加这个指令的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点这个，然后鼠标右击，也就是这个 WebUI user 点 bet 这一项，你鼠标右击，
点这个编辑，在这个地方去添加这个，好了之后你保存，然后重新启动，它就可以去启用这个了。然后你这里我是建议用这个 Transformers 的，它的话这两项加上你的这个就是更新的这个版本之后，然后它的这个图片的一个生成速度会加快很多，大家可以下来去测试一下。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用去给大家说了，当然其他的一些更新大家下来去看看，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去说了。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